悠悠百年，潮起潮落。主子，我们到临安城了。棋局已成，去落子吧。奴遵旨。莫瑶小姐，怎么？没想到啊，您这么年轻。文件显示您都100多岁了。心不朽，人自然就不会老。莫小姐，上车吧。资料显示您还有后人在世。请。此番渡劫归来，即为后辈婚事，也是以此为局，清算旧账。虞姬呀，虞姬！好棒，爷爷，好棒！各位家人，今天的演出到此结束，明天咱们再见，谢谢大家。哎呀，爷爷好棒，爷爷好棒！傻孩子，我要是走了，你可怎么办呢？还有，咱们家这戏楼也要被拆了。莫小姐，到了。有人吗？时隔100年，不知后人们如何了。哎，你们是？您好，我们是调查局的，人口普查的时候找到了这位小姐。按照辈分，她是你的祖奶奶。祖奶奶？爷爷，我有祖奶奶，我有祖奶奶了！又犯病了吧？天星啊，你祖奶奶80年前就失踪了呀。我没撒谎。天星，你是思念家人了吧？你我祖孙俩命苦，家人都死绝了。洛成霜，臭小子，敢咒奶奶，找死是吧？奶奶，二位官差，你们弄错了吧？错不了。老头，你可不许欺负自己奶奶啊！莫小姐，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们。谢谢2位官差。客气。我说，这位姑娘，你要是想骗点钱，换个人家，我们这祖孙俩身无分文啊。看来是奶奶我走得太久，你的记忆已经模糊了。陈霜，这一曲《霸王别姬》记住了吗？奶奶走了。奶奶，孙儿舍不得你。乖，等你老了，奶奶就回来了。奶奶，奶奶，奶奶！真的是你，奶奶，孙儿有罪。孙子有罪啊！何罪之有？孙儿没有守好墨家，也没有守好这座楼啊！起来吧，不怪你，是奶奶我离开太久。奶奶，我给您泡茶去。奶奶，请喝茶。咱们家戏楼怎么如此冷清？祖奶奶，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没有人爱听戏了。那是你们不会经营。现在外面最有名的角是谁？应该是杨女神，她最有名。外面都是她的广告。好。买回来。什么？把杨女神买回来啊！祖奶奶，现在的明星不能买，只能请，一首歌好几百万银元呢。无妨，
太南我还有几家纺织厂，是末代太后送的。哎，这么些年了，你那厂早就黄了。也就是说，太南我现在身无分文。哦，奶奶，你别担心，孙儿有养老保险，养你没问题。我也要养祖奶奶，我也要养祖奶奶。两个臭小子，不枉我回人间一趟。天星这个年纪也该结婚了。奶奶，天心这个脑子，谁敢嫁呀？再说了，我们家现在也已经没影子了。无妨，奶奶我当年留下4大奴族，为的就是今日。可是奶奶，现在时代都变了，谁还守那个旧礼呀？他们不敢不认。去门外把长明灯点上。什么？点灯啊？奶奶，父亲曾说过，这盏灯一亮，江湖就会有大乱的。怕什么？奶奶我既然回来了，这长明灯就要红红火火。啊，孙儿明白了。天星啊，咱们点灯去。啊，点灯点灯。以众生为棋子，以天下为棋局，这趟人间才不无趣。老狗应该已经在帝都入局了。哦，江湖夜雨百年灯，藏局天下莫家楼。这盏灯不知会带来怎样的腥风血雨。父亲，10分钟后咱们将和西欧王储开会，这场会议将决定未来的全球商业格局。老爷，小姐，不好了，莫罗的灯亮了！你说什么？长明灯乃江湖头等大事，你不许胡说。没有胡说，这是照片。果然是长明灯。传信3家，重开凤鸣会。父亲，那西欧那边……去了。天下再大的事，没有主子的消息重要。嗨，大家下午好，今天咱们接着听戏。主播太有毅力了，50个人都准时开播。嗨，那不都是为了生计吗？主播，楼下那个是你孙女吗？好美啊！啊，这破东西一点用都没有，不如摆出来当个晾衣架。哎，别误会，别误会，那是我奶奶，人口普查刚找回来。奶奶？怎么可能这么年轻？没骗你们，人家保养的好。嘿，奶奶，东西我帮你收拾吧。也行，那你过来拿吧。咱们大家接着到楼下去播。你一个80岁的娃娃，怎么慢得跟要死了一样？这样吧，你跳下来。啊？什么？我跳下去啊？奶奶，我怕我会摔死。磨叽什么呢？让你跳你就跳。爷爷，爷爷不要！爷爷，快救人啊！快救人啊！爷爷不要！我操！奶奶武术！爷爷，你吓死天星了！我没事了。有奶奶在，怕什么？天星，哎，你这手上黑盒子是什么？祖奶奶，这个叫手机，我现在在直播。直播？对，就是有好多人在里面看我们演戏，我们家现在也就靠这个赚钱。这里面有人啊？我看看，在哪里啊？有多少人？50多个人呢，不过都分散在互联网上。哦，等一下，我再跟你好好的说。没兴趣。你们要是缺钱，等奶奶4大奴族上门，
一个人给你们分个几百银元。哎呀，奶奶，现在时代都变了，谁还认以前的老规矩啊？放心吧，他们不敢。老赵啊，祖辈们都已经去世了啊，你说你还非得这么着急的重开这凤鸣会干嘛？各位，墨楼的灯亮起来了。啊！哎呀，这按照族规，长明灯一亮，我们4大奴族就要选一位姑娘嫁入墨楼啊。这都过去80年了，墨楼的主人早死了。哎，你们说会不会是那墨楼想要攀附咱们呢？有道理，毕竟我们已经不是曾经的奴族了，我们现在可是攀附上了帝都李家呀。哼，就是啊，那李家乃是地族4家之一，位于所有世家的顶点。我看你们早已忘了恩德，没有主子，咱们4家早在饥荒之年就都饿死了。老赵，这些都是陈年旧事了，你这么激动干什么？就是啊，都过去100年了，你难道还想给人家当奴？明日我会携女上门，至于你们，变。哎，你们说这赵连山这么激动，会不会是那个女主人真回来了？此事有古怪，要不我们明天也带上自己的女儿去看看？也好。奶奶，咱们家今天怎么如此的隆重？我昨日便与你说过，今日是天星定亲的日子。定亲？我要娶媳妇了，娶媳妇儿。没错，天星。等下4大奴族会携女上门，喜欢哪个随便挑。啊，奶奶，真的有人愿意嫁给咱们天星啊？当然。来了。这是赵宋孔陈江南的4大家族。算你们还有良心。若真是那位女主人下山，哎，我们把女儿嫁进来，这也不吃亏呀，是吧？哈哈，就是。月月，跟父亲进去。哎，走。婷姐，走吧。我搀着你。哦，我们家点亮长明灯，就是为了让他们前来拜见。他们可没有资格让咱们墨楼点灯。那咱们的灯为谁而点？届时你会知道的，去开门吧。哎。哦。时隔100年，我倒要看看这4大奴族是否还能一用。宋家宋元，陈家陈兴，孔家孔龙，赵家赵连山。参见主子，参见主子。主人呢？你们就是奶奶说的4大奴族吧？不错，主子何在？啊，在。奶奶呢？奶奶啊，我奶奶不知去哪儿了，要不你们先坐。主人不在，是不在，还是根本就没回来？这就是你准备完婚的孙子？是啊，这不就是一傻子吗？哎，我说你脑子有病吧？傻子也能娶媳妇儿啊？这灯
是奶奶让点的，是吗？那你刚才叫他怎么没出来啊？哎，我也不知道。是啊，我去找演，接着演，不愧是唱戏的啊，戏可真足啊！你可知道这长明灯有多重要？居然为了一个傻子点灯，愚蠢！长明灯是奶奶让点的，还有我们家天星虽然不太灵光，但是也轮不到你们来侮辱。按照奶奶的规矩，你们放肆！你个老东西，你什么身份，也配跟我们提规矩？不许打我爷爷！不许打我爷爷！你个傻子，一边去！你们刚刚才80年，你们就忘了太奶奶的恩情？欠恩情的是我们的祖辈，又不是我们，关我们什么事？没错呀，哎，这些年我们可全靠的是我们自己。够了！就算主子不在，就算你们不想履行诺言，你们也不该欺辱他的后辈。我们也不想，但是这老头子太过分了，一张口就让我们女儿嫁给这个傻子。哎呀，老赵，我们也是堂堂的江南望族，这要是让别人知道我们跟傻子定亲，那不是把我们的脸丢在地上踩吗？即便是那位主子在这儿，也不会逼迫我们的。你们好的很。那孩子，你看中了哪家的闺女？三爷爷我替你做主。好。哎，你说，嘿，这傻子。这个姐姐好看。不要，我不想嫁。我下个月就要开始全国演唱会了。啊，这个姐姐，你休想！我的新电影明天上映，我现在可是女明星，一个傻子也配我？姐姐，我也不嫁。我堂堂孔氏总裁，却能嫁给傻子，简直荒唐，不知好歹。这位，我嫁。啊！哼，听到了没有？这是疯了呀！我没疯，你们忘了祖上恩德，不忠不孝，但我赵兴潜记得。莫天星是吧？哦，我嫁你。不错，是我赵连山的女儿。老赵啊，你可要想清楚了，你们赵家可是一脉单传，这要是嫁给了傻子，那可就绝了后了。绝后也好过背上不孝的骂名。赵连山，你是真蠢假蠢呐！把女儿嫁给一个傻子，赵家必定灭亡。到时候可别怪我们三家分走你赵家的所有家产。此事过后，我赵家的所有财产上绝国家。你冥顽不灵！哼！既然如此，那不如让赵姐姐在这里圆房吧。对啊，姐姐别事后又反悔，这圆了房啊，就不能反悔了。我支持，咱们赵姐姐啊，还是处子呢。这圆房好啊！你们赵家不是最感念旧情吗？圆房敢不敢呢？如此行径，你们都不怕被夺了奴位，地位一落千丈吗？哼，怕啥呀？我们三家早就投靠了帝都李家，随时都可以脱离奴位。你们欺人太甚！怎么，赵家敢不敢？连圆房都不敢，还敢说是报恩？我呸！不就是圆房吗？谁说我不敢？哦，那你圆一个给我们看看啊！傻子，你说你这辈子对不对我好？对媳妇好，要对媳妇好。好，随我入洞房。活该你们赵家给人当狗当奴才！大家看到没有啊？赵家全都是傻子！谁说他们傻？谁在说话？
奶奶100年前，豫北旱灾，太行山下，我为4人逆天改运，赐下奴位。没想到现如今，只有一个赵家可用。那从今日起，4大奴族削去其3。谁？到底是谁？出来！凭什么决定我们3家的命运？你有什么资格？你说奶奶我没资格？哇！你是谁呀？这是什么妖术？奶奶，您终于出来了。奶奶，莫非这位就是那个女主人？不可能，那位女主人早就就是80年了。来人，把这个妖女给我拿下！我倒要看看她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陈双，奶奶，记住，咱们墨家的戏，能通神，定军山。好哎，好哎！哎，奶奶，别拆家呀！这怎么可能啊！我们3家的保镖可都是顶级佣军呐！一群废物，都给我滚！一系通神，难道真是那位女主人？奴族赵家见过主子。奴族见过主子。主子，过来。确实是个美人胚子。谢谢主子。说说看，你凭什么敢嫁给我的曾曾孙？因为我来这里只为报恩，不为谋利。说真话。回主子，奴婢也有自己的理想，嫁给傻子，既能报恩，也能让我无后顾之忧。对吗？这才是真话。请主子恕罪，请主子恕罪。你一个女子却能胸怀大愿，我不仅不罚，还要赏，重赏。重赏？刚才那一巴掌已经改了赵家的命，今后100年赵家不败。这是气运金线，金线不息，赵家永昌。多谢主子，多谢主子。谢主子赐下气运。奶奶我呢，也没有别的本事，除了江湖上公认的以气通神外，也就能定这天下的气运。定天下气运，难怪时隔100年，4大奴族仍不敢作声。幸好今天做出了对的选择。主子，您可不能怪我们呐，我们也是心疼我们的女儿啊。就是，您说我们谁愿意把女儿嫁给一个傻子呀？你们真觉得他是傻子？不然呢？天星，过来，跪下。3花聚顶。
他看着跟刚才不一样了。天星，你脑子好了？念头通达，心无挂碍。谢祖奶奶。你不是傻，只是没有开悟。刚才我已经为你打通最后一道。主子，你为什么不早点给他治病啊？就是啊，如此一来，我们三家也就不会误会了嘛！啊，还看不出来呀？这是奶奶为你们设下的问心局。问心局，挨得过问心局，就还是我的奴；挨不过，那便废了。夜雨江湖，百年灯，藏局天下，莫家楼。这句话果然不假。那看来我们三家已经被废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日后我们三家绝不叨扰你。改日再见了，告辞。你这是何意呀？我们已经不是奴族了，您为什么不放我们离开呀？既已不是我的奴，那今日辱我墨家之事，该清算。当年你给予我们祖辈的不过是一点点的恩惠，今天如此霸道，太过分了吗？就是，我们给你道歉还不行吗？道歉？老子不要！方才用哪只手打的你？哦，好像是左手。哦，太快了，没看清。那便两只胳膊都废了。我的胳膊，我的胳膊！若不是我的面具没在身边，今日之事，你必死。老公被废了，我们三家背后可是帝都李家，你如此行事，李家是不会放过你的。陈双、天星，记住，忍让只会换来鄙夷。身为墨家人，要学会恩威并罚。恩罚？今日起，你们三家气数已尽。念生还没有带回临安的消息吗？爷爷，我回来了。哦，确认了吗？墨楼的灯真的亮起来了吗？错不了，灯真的亮了。咱们李家终于等来机会了。当年咱们李家接触那三家奴族，就是为了今日成奴。只要借助那位的背景，我们可以打开全球市场。若运用得当，甚至我们能成为全球第1豪门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肃静，奴位事关李家命运，咱们李家必须得备一份大礼。爷爷，那位大人物，钱财权势应该都不缺。那就去找世间的神物，这奴位咱们李家必须拿下。是。秋月，秋月，墨楼的灯亮了。您确定？错不了，你爷爷等了一辈子的灯亮了。按照约定，我要送面具入临安。阿公，帮我照看家里。你放心去吧，我会把家照顾好的。爷爷，咱们梅家3代人的使命终于要完成了。
这面具，孙女去还。我们亲属尽了，这不是也没什么事儿吗？我们三家是100亿身家，哪那么快有事？难道让我们破产吗？嘿嘿，那这惩罚还有个屁用啊！嘿嘿嘿。哎，老板，咱们集团偷税漏税的事被查了。什么？喂，什么？我们走私被发现了？什么？爸，咱们协会的事情暴露了。你要灭了我们三家？是，又如何？老祖宗，咱们还能再商量吗？这回我们知道错了，我们错了。你们不是知道错了，你们是怕了。送客。老祖宗有命，把这些人牵出去。等一下，别走，我们自己会走。今日之事，我定会汇报给帝都李家。我们走，走着瞧。给我等着！到临安的车票好贵啊。好了好了，你先别急。那是神物，真是天助我赵家！停车！只要能拿下神物，把它献给墨楼之主，换取奴位。哼！站住！你们干什么？小姑娘，这面具我们李家要了。主子，您喝茶。你是懂事的，百年阳寿殆尽，随我登天修仙。多谢主子。祖奶奶，你上热搜了，热度破亿啊！什么？您看，传奇女子墨楼奶奶。天香，哎，你适应了正常人的生活了。都要感谢祖奶奶。我记得你们现代有个词形容看别人谈恋爱。您说的是磕 CP？ 你们这对 CP 真好磕。老祖宗，什么都磕，只会害了您罢了。说的没错。所以你们两个1周之后结婚吧。什么？这么急？怎么？你敢对赵家丫头不好？不敢，绝对不敢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对你好。我信。婚宴已定，这盘棋可以开始了。姑娘，你……请问谁是莫瑶？棋子来了，我是。梅家第3代养气奴梅秋月奉命前来归还面具。你们梅家倒是信守承诺，面具呢？对不起主子，面具丢了，奴有罪。面具怎么丢的？来临安的路上，路过帝都，被帝族李家抢走了。他们说要送给一位大人物，这面具不卖。贱丫头，我
我们李家买你的面具是你的荣幸。还我！那是送给我主子的。你的主子？实话告诉你，这把面具我要把它赠送给一位大人物，那位人物比天都高。我梅家养面具100年，为的就是今天。面具送不到，主子会发怒的。发怒？那就让他来试一试，敢不敢碰我李家？敢碰我李家背后的大人物？混蛋！不知好歹，本来还想着等我李家成为那位的奴族，送给你一些机缘，现在看来没必要了。爷爷，孙女对不起你。奶奶，站起来，别给你爷爷丢人。遵命。他们打你了？疼吗？疼。你可知道我给你爷爷起过一个小名，叫煤球？知道，那是爷爷生前最骄傲的事情。从前江湖上有个规矩，我莫瑶的奴，谁都不允许欺负。主子，别怕，这件事情奶奶替你做主。备车。主子，您是要去李家取面具？不，奶奶我要去讨命。陈双，把家看好了。奶奶放心。来，兄弟们，咱们举杯，庆祝咱们李家气运昌隆，敬老祖气运昌隆。咱们李家终于等到这一天了，老祖宗真是天助咱们李家呀！没错，只要咱们把面具献上去，咱们李家必能拿下奴位。嘿嘿嘿，别急别急，咱们还没有正式拜见那位大人物呢。咱们可是帝都李家呀，就算没有重礼，那位大人物也不会拒绝咱。哎，是啊，就是啊，除非末楼之主是个瞎子。我听说啊，那位可是容颜永驻，时隔100年，依旧风华绝代。哦，老祖宗，只要您再进一步，就能喜得美娇娘了。说不定您也能返老还童呢。哎，胡说什么呢？给咱李家生个好大儿就行。明天早上跟我去临安，拿下机缘，干杯！哎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怎么回事？老祖宗，有人打上来了！什么？谁这么大的胆子，敢来咱们李家闹事？哼！找死！走！走走！李家入局。主子，就是他们。呸！贱丫头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找上门来！那把面具，我们李家要把它送给一位你惹不起的大人物。作为补偿，我可以满足你一件事情。奶奶，我确实有件事要问。但说无妨，在这帝都，我李家呼风唤雨。奶奶，我想要你们的命。你是来要拿回面具的吧？那我明确告诉你，今天这面具你拿不走了。没关系，灭了你，我一样可以拿走。我没听错吧？他说要灭了我们李家。这哪儿来的疯丫头，如此不知天高地厚啊！
看来这位姑娘不知道我们李家在大夏拥有怎么样的地位。你想说什么？这姑娘看这模样还挺俊俏，老夫就勉为其难收你做一房小妾。你这贱人，你做了什么？竟敢让老夫给你下跪！家主，家主，家主，来人！哟，人多欺负人少。你个妖女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竟敢让我们李家老祖给你下跪！我李家老祖让你入我李家为妾，那是你的机缘，你竟如此不知好歹！就是妖女，还不快解除你的妖法！妖，这个字，很久没人这般称呼我了。巧合了不是？我李家人100年前行走江湖，有一个名号——除妖家。你不许欺负我主子！你这丫头不怕死吗？不怕，不怕。为什么？因为爷爷说过，我们梅家不仅要护面具，主子有难，当以命护主。傻丫头，有奶奶在，何须你出头？站后面。主子，听话。我奴婢是你们打的吧？是又如何？这贱丫头竟然敢不把面具卖给我，实在是找死！就是，要是那位大人物因此拒绝了我们李家，他死都赔偿不了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们李家坐井观天。大胆妖女，口出狂言，找死！妖女，你可知道我李家要把面具献给谁？你若继续痴迷，那样的大人物不会放过你的。哦，那当然是墨楼之主莫瑶，这座江湖上最大的人物。实话告诉你，我们李家即将成为那位神秘人物的奴族。那我觉得他可能不会同意。不可能，我们帝都李家名满天下，他怎么可能不同意？秋月，告诉他们，奶奶我姓甚名谁？你们这群没开眼的，我家主子就是墨楼之主莫瑶。什么？这你现在直播，主子答应吗？没事，太奶说了，他不会在意的。也是，对主子来说，一切都不重要。哎，你叫什么呀？哦，我刚开播热度就破5000万了。什么？这些人都是为主子来的。终于等到老子开播了，米国华尔街送上祝福，沙特送上祝福。沙特和华尔街，帝都为老祖宗献上敬礼。还有，我为12楼拜见老祖宗。岭南72地煞拜见老祖宗。玉宝阁拜见老祖宗。居然这么多大人物，祖奶奶的身份到底有多高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我爷爷曾经说过，这些大人物都只是祖奶奶的冰山一角。什么？他就是莫瑶？他怎么可能？没有什么不可能的，那张戏神面就是主子当年放在我们梅家。什么？不可能！看来你们李家在井底困太久了，狗东西，滚回来！这面具动了！
之主。秋月，这张面具你养得很不错，主子满意就行。此件事了，入墨楼当个丫鬟吧。多谢主子。接下来该咱们算账。你要镇压我李家？镇压？奶奶，我是来讨。什么？讨命？老祖宗，这里是帝都，你如此霸道行事，不怕遭到众怒吗？确实有些害怕。怕是人之常情。我怕你们帝都的人太弱，奶奶我打起来不尽兴。好一个不尽兴！那我倒要看看老祖宗你究竟有多大本事！诸位，别人都已经踩到脸上了，你们难道还不出来吗？朱凯、刘海、秦羽入局。帝都朱凯、刘海、秦远，帝都李家拜见老祖宗。你们这是逼宫？老祖宗，我们也没办法呀。四大帝族同根同源，任何一方受辱，其他三家这脸面呢也不好看呐。老祖宗，请收手，请收手。我操！四大家族齐聚，帝族都前来求情，这太奶到底是什么身份啊？四大帝族，青浅，他们很厉害吗？很厉害。这四家的祖上都曾一统中原，天命所归，底蕴十分深厚，位列所有家族顶点。哎，我记得你们赵家也出过皇帝吧？我们赵家的皇帝啊，未曾一统中原，所以没资格成为帝族喽。哦，乖乖，这么厉害。那祖奶奶岂不是有危险？那你也太小看主子了吧？我爷爷曾跟我说过，主子这个人记仇。记仇？当然，得罪主子的人都要付出代价。有趣。老祖宗，100年前你保护过这座城市，我们敬你，尊你。但是这件事，事关家族的颜面。没错，老祖宗，请收手。事后，我们一定让李家给出满意的赔付。今日之事，确实李家有错在先，但有罪不致死，我附议。我也附议。我也没意见。那就好，既然李家都没意见了，那这事儿，就了结了吧。啊，李龙泉，对老祖宗赔礼，不可糊弄啊！哎呦，各位老兄放心，今日之后，我李家愿意拿出10个亿赔付给老祖宗。老祖宗，您笑什么呀？我笑你们演的这出戏真服。老祖宗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老祖宗，我们这是在帮您解决事情，您怎么能冤枉我们呢？老祖宗，您这话实在让人寒心呐。奶奶我就是经营戏楼的，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，你们我看得很清楚。主子，您看出什么了？傻丫头，你想想，若奶奶我今日就此罢手，你觉得江湖人会怎么看咱们墨楼？会觉得墨楼怕了。没错，王位不可挑衅，否则每个人都想称王。我懂了，他们想逼退主子，
好让江湖人觉得咱们墨楼怕了他们地族。真聪明，记住，畜生要常训，否则就会忘本，想要踩在人的头上。老祖宗，你这话可就过分了。没错，我们可是真心的。是真心还是黑心，你们自己很清楚。老祖宗，我戒了。不错，这里是帝都，不是临安的墨楼。真要动起手来，对你没好处。哼！进来吧。老祖宗，您退出江湖80年了，这天早就变了。人呐，要学会认命。不巧，奶奶我这辈子最不认的就是命。那就怪不得我们了。一族4家生死同根，任何人都不许侮辱。动手！老祖宗，这些人可都是当年禁卫军的后人，个个身手了得，以你的身手，怕是闯不出去了。哦，是吗？秋月，去门外候着。主子，你小心。还有你们，不许偷看。啊，明白了，祖奶奶您注意安全。庚子年，义和拳入关救国，就是这些人的父辈暗中背叛，投靠洋人吧？你说什么，老祖宗？我们都听不懂。是啊，要打便打，说这些干啥？是听不懂，还是不敢听啊？老祖宗，您到底想说什么？奶奶，我就问你们一件事情：投靠洋人、屠杀同胞的感觉如何？你别血口喷人了！你真以为奶奶我退出江湖就一无所知了？老狗，这是你是不可能！义和拳残党老狗，见过诸位。我在圣片市看过你，当年你已经被斩首了。断头怎么可能复生？而且还活了100年！你是井底之蛙，尽是气薄。在我主子手里，别说是断头，就算是五马分尸，照样救得回来。断头再生，延年百寿。老祖宗果然还是有本事的。老狗，讲一讲当年的事情，让这4家死得明白些。是。当年义和拳义士冲入帝都之时，第一个就是李家人，在背后关上了城门，然后就是秦远和刘海带领御林军偷袭我们，朱凯则在水井里面下药。怎么样，诸位，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当年之事，我们忍。我丑话说在前面，老祖宗，你我皆是棋子，背后还有执其人，伟力通天，乃是神仙。没关系，认了就好。老狗，清场。好。慢着，老祖宗，那个事已经过去了。再说了，那些义和拳的人也和你没关系呀。谁说跟我没关系的？这些人的盘缠是我借的。我等起誓，此去帝都必定救国救难，驱逐洋人。借钱。
等救了国，来墨楼还钱。遵命，遵命。那些人欠你的银子，你找我们4家族做甚？因为你们背叛，他们全军覆没。我的银子收不回来，我不找你们，找谁啊？可是，这事别的人也有份儿。放心，奶奶我一个人都不会放过。得，算我们倒霉。不过我有一事不解，今夜之事是您布的棋局吗？你们该不会真的以为李家随便走在大街上就能见到那张戏神面吧？你说什么？那不是巧合？当然不是巧合，这一切都是主子让我在帝都设下的局。什么？什么时候？爷爷，那位大人物钱财权势应该都不缺。什么？是你？爷爷，那位大人物钱财权势应该都不缺。没想到，从那个时候你们就开始布局了。没错，事后你离开李家寻宝，难道你就没有想过为什么会突然修路吗？那也是你们布的局。这边修路呢，走其他路吧。我懂了，明白了。你们知道我们4大家族生死同根，所以引诱我去抢戏神面，后续找上门来，借势把他们3个引出来，最后一网打尽。没错，可惜你知道的太晚了。你们就不怕不去抢那面具吗？当然不怕。为什么？因为主子说过，你们这些人都有一颗心，一颗贪心。最高级的权谋从来都不是圈套，而是利用人的欲望。我李龙泉爱的心服口服。江湖夜雨，百年灯，藏局天下，莫家楼。这句话，我现在终于明白了。倘若这一家打上来，动了其中一家，其他3家都会逃走，所以你便布局，将我们4家都引出来。哼，佩服。老祖宗，这件事还能上任？能，但是我不想。世间种种，无非因果。当年你们种下的恶，今日由我来了结。了结？老祖宗，你的本事有这么大吗？事已至此，面是不死不休了。动手！老祖宗，虽然你很厉害，但是我们这么多人，你必败无疑。想动我主子，先过我这关。别碍眼，替我略阵。明白。上，给我灭了他们！以系通神。昭告天下，地族4家气数已尽。昭告天下，地族4家气数已尽。看来这是谈崩了。看情况是这样。你干嘛呀？欺负老年人，我去跟他们拼命去！放下！我让你放下。那我也不能看祖奶奶被人欺负吧？就这么几个人，也配欺负祖奶奶？就是，爷爷跟我说过，主子当年镇压江湖是靠一路打下来的，无论是千年世家还是大门大派，只要有不服气的，全都被打趴下了。可是祖奶奶年纪大了呀。
你是不是忽略了一件事？什么事？咱们山下的人怎么敢窥探山上的神？洪秀昭，放给我们！这是什么？你放开我！快放开我！你实在被你竟然有妖法！妖法，还真让你给说对了。怎么感觉这么强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？因为你们是人，而我主子是神。神？老祖宗，你消失100年，都经历了什么呀？告诉你们也无妨。奶奶我渡了个劫，渡劫？天劫。渡过天劫便是为仙人，我们4家好蠢，竟然惹上了一位仙人。老祖宗，你这么强，你为什么还隐藏实力？不为什么，因为有事。后悔吗？后悔，确实后悔。本想着透过墨楼阶级更进一步，现在看来，从一开始我们李家就选错了主子。那你的新主子在哪里？来了，终于来了！天不亡我李家呀！老祖宗，虽然这局我们输了，但是游戏才刚刚开始。主子，有人来了。不是人，是妖。妖？没错，大妖。无常所命，大帝有令，地族4家与丰都有缘，还望手下留情。丰都大帝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还不明白吗？当年庚子一事，我们4大家族只是棋子而已，而这执棋人就是丰都大帝。大帝是天下执棋人。感谢2位仁兄出手相助。无妨，大帝说了，当年你们献祭的义和拳阴虎，他很满意。只要大帝满意，我们4家便安心了。不过你们要记住当年的人情，这些年你们也消耗了许多。今日给你们2个选择：第一，你们今天死在这里；第二，入丰都，念在你们祖上的荣光，大帝能让你们成为贴身奴仆。事到如今，已经无路可选了。就算给大帝当奴，也好过死在这里。我愿意入丰都为奴。我们也愿意为奴。约定其成，不可更改。一群懦夫！行了，为难他们做甚？主子，丰都大帝果然上当了，利用墨楼点灯削去3家奴族，引来李家躁动，又利用戏面引出其余3家，看似要灭口，实则是等丰都大帝入局。妙，太妙了！那4家，你确定都种下咒术了吗？放心吧，绝对是上等佛法莲花籽。不过，我还有一事不解，为什么您笃定丰都大帝一定会救他们？因为他贪，他想成为真正的明帝。真正的明帝？真正的明帝？没错，想成为真正的明帝，就需要有足够分量的人撑起丰都，得到天道的认可。怪不得他当年要联合4大帝族，囚禁义和拳义士的灵魂，那些可都是当时的大人物。没错，他带走这4位家主也是一样的。能让皇族的后人入他丰都为奴，也能侧面证明他是真正的大帝。假的永远都不可能是真的。此局有2个目的：第一，救出故人们被囚禁的灵魂；第二，挖一挖丰都大帝长生的秘密。主子，
为什么要挖长生的秘密？因为我有一位故人朋友，想要求死。莫瑶，这张面具你留好。那瓶西域绝毒你喝了？一滴不剩。那你终于可以死了。第201次求死失败。死都死不了的废物，我才不要你的面具。收着吧，虽然没死成，但我已经决定把自己葬在临安了。葬多久？永生永世，直到世界毁灭。临安，那不是我们出狱的地方吗？是啊，我在那里唱了500年的戏，却只遇到你这么一位永生者，还死活缠着我要学戏。怎么，你有意见？没有。话说，你真的活腻了？活腻了。对于我们这些人，说是永生，但更像是木偶，没有过去的记忆，也不知道为何永生，迷茫地走在尘世间，看潮起潮落，看生老病死，不敢爱，也不敢恨。矫情。也许吧。但不管怎么说，于我而言，永生是诅咒。莫瑶，我知道你本事大，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？你说话就说话，离我这么近干嘛？如果有一天，你找到破除永生的方法，杀了我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很孤独。天亮了。话说，主子，您既不是永生者，又不是妖怪，是怎么做到长生入世的？没为什么，魏晋那会儿被江湖道士忽悠，买了本假的炼气术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炼出了一颗金丹，延寿2000年。什么？2000年？你看起来很惊讶。一个假的炼气术都能炼出金丹，我终于知道天下英雄为什么如同过江之鲫，却唯有主子能独占鳌头。哦，说来听听。就是天才和天才之间也是有差距的。就你嘴贫。行了，丰都那边的局已经做好，接下来就是请君入瓮。请君入瓮？您的意思是丰都大帝会自己找上门来？他既然想要成帝，就一定会来找你。那是为何？因为他需要印，帝王印。帝王印？家国之事我不敢忘，此间事了，限你7日之内找到皇权。遵命。天亮了，月停了。苏奶奶，主子，主子，秋月，过来搀着奶奶。好嘞。李家李念生拜见老祖宗。拜见老祖宗。你是李家当代传人？不是，我只是庶出。庶出也是李家人。从今天起，李家以及其他3家地族都归你管。谢老祖宗。无妨。7日后，我墨家婚宴选奴，有你一个位置。念生日后必定鞍前马后。行了，走。恭送老祖宗。等很久了吧？宗奶奶，咱们气势汹汹的，怎么就灭了3个贼首？是啊，主子，你还给他们当奴族的机会。对付这种不听话的狗，打断了腿，才更会知道你的恩。我知道了，恩威并行。没错。拿着。主子，我肯定保管好。自古以来，掌权者都要明白一个道理：赌不如输，杀不如放。宗奶奶，我懂了，您是想要4大地族
世世代代记住你。没错，只有这样，墨楼这2个字才能印在这些人脑子里，永生不敢忘。主子的本事还真是通天，还叫主子，都是我墨家的人了。祖奶奶，哎，真乖。等你们结婚，奶奶为你们准备一份大礼，届时会邀请我的老友前来。祖奶奶，都100多年了，他们还活着吗？他们已经死了。死了？关山难越，谁背失路之人？这些人是帝都10大豪门拜见老祖宗。如果义和拳的义士们还活着，此时也该跪在这里了。上一次这种场面，还是洋人入城，我受邀坐镇帝都，以防洋人屠城。坐镇帝都？苏奶奶，你连洋人的大炮都不怕？就算是那些洋人再有本事，他们也不敢动我。这是为什么？他们也认识您？他们不认识我，但我曾经周游列国，指点过一位洋人，他后来发明了炸药。那位发明家居然也受过您的指点。他是一位有理想的人，只是可惜，他的成就却被人用于战争。天星，此番你有何感受？御下之术，恩威并伐。不错，好好学，好好看，日后这墨家还需要你撑起。祖奶奶放心。7日后，我墨楼婚宴选出新的奴族，你们可前来赴宴。多谢老祖宗。清浅，此番回临安，你回赵家预备出嫁。秋月，你伺候着。好嘞。祖奶奶，那咱们去哪儿啊？当然是回家了，灯还点着，你爷爷一个人可扛不住。7日后，我将去临安拜望老祖，在这期间，将李家的所有财产全部捐出。是。大老爷，你得为我们做主啊！是啊，我们可被欺负惨了呀！念生少爷，这是咋了？我爷爷病天了。病天了？这怎么会这么巧啊？我们才刚来啊！此事还轮不到你们来打听。话说，你们怎么不去服侍老祖宗？服侍什么老祖宗啊？我们参加脱离奴籍了。什么？脱离了？对呀，反正也是给人家当奴才，我们还不如跟着帝都李家。就是啊。你们罢了，命数如此，不便多说。念生少爷，你可得替我们做主啊！你看着打的，对呀，我这条胳膊都被废了。对方什么来头？少爷放心，只是临安的一个小家族，100年前有点本事，现在早就落魄了。正好，7日后我要去临安，此事我李家帮你们出头了。那就多谢念生少爷，多谢念生少爷。好了，滚吧。走。这回我看那个疯婆子还怎么嚣张！见了李家，他不得跪下求饶啊？那岂止啊！念生，为什么要帮这3家？这3家虽脱离奴籍，但服侍墨家100年，帮他们也是讨好墨家。还是念生聪明啊！只要能讨好那位祖奶奶，我们李家必然飞黄腾达。谢谢各位家人的捧场，
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老莫，再来一段啊！好嘞，咱们再来一段文戏。好。调查局办事，无关人等速速离开。哎，你们来干嘛？别磨叽，赶紧走。哎，别走啊，戏还没唱完呢。哎呀，几位长官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好端端的把我的客人都撵走了。我们戏楼好不容易才有了一点热度。我是大夏博物馆的馆长莫尘霜，你犯了事，不知道吗？什么？那我问你，那是什么？哦，这是我奶奶晾袜子用的。哼，你是真蠢还是假蠢？我告诉你，这东西叫做青铜龙首，是我们大夏的国宝。青铜龙首，大夏国宝？没错，要不是你直播间的人举报给我，我都不知道你这小小的戏楼居然敢伪造国宝。放屁！这东西是奶奶的，怎么可能是假的？不是假的，那你为什么不上交给国家？嘿，我说了，我都不知道这是国宝，我都不认识它。哼，这些话等你上了法庭，留给法官说吧。你想抓我？没错，你可知道伪造国宝乃是重罪？嘿，你这人怎么一点道理都不讲啊？我说了，它不是假的。是不是假的，那可不是你说了算。把他衣服扒了，带走。哎，你们想干什么？清浅那边都处理好了吗？差不多了，就差到时候正式婚宴了。那就好，日后要好好珍惜清浅。放心吧，祖奶奶，我绝不会辜负清浅。等一下。怎么了，祖奶奶？有情况。带走。爷爷，为什么抓我爷爷？嗨，你爷爷犯法了，知道吗？放屁！我爷爷唱了一辈子戏，鸡都没有杀过，怎么可能犯法？记住，我墨家的子孙，就算泰山崩于前，也要面不改色。可是他们要带走，有奶奶在，不怕。今日之事，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这个人怎么这么熟悉，好像在哪儿见过？还需要解释什么？你也是这戏班子的人吧？怎么？你们戏班子涉嫌伪造国宝，此乃重罪，必须带走。伪造国宝？奶奶，我真的不知道啊！我就是直播的时候一不小心拍了一下，没想到就给人举报了。现在网上真是什么人都有，有什么误会，你们跟法官讲去吧，一并带走。不许欺负祖奶奶！想起来了，他是……住手！敢问您贵姓？免贵姓莫，单名一个瑶字。莫瑶。老师，您怎么给一个骗子下跪？参见老祖宗！黄先生，你怎么了？你是？回老祖宗，我叫黄天来，是幽州黄家的后人。黄天来，我听过你，古玩界的大师，被誉为文物专家。黄家的孩子。你爷爷他还活着？回老祖宗，我爷爷抗战的时候就已经走了。他当时应该正值壮年，可惜了。祖奶奶，您和这黄家还有渊源？民国时期，我游历江湖，曾经指点了一位乞儿，而这位乞儿就是这位黄天来的爷爷。您到底指点了多少人啊？老祖宗，请饶恕晚辈，大逆不道。你这是何意？因为晚辈
今日要带走老祖宗，依法行事。哎，姓黄的，你不讲恩情啊！我祖奶奶是你们皇家缔造者啊！国家大事高于个人感情，别说是祖奶奶了，就算是我亲爹，也不能伪造国戚啊！你倒是一位正直憨厚之人，但可惜，你带不走我。老祖宗，法不容情啊！与法律无关，只是我这东西是真的。什么？你说这龙首是真的？你当我们傻呀？真正的龙首早在清末就已经丢失了，怎么可能在你这破园子里放上100年？是真是假，一试便知。哎呀，各位，我奶奶尊贵了一辈子，怎么可能拿个假古董来糊弄人？行，看在老祖宗的面子上，那便测一下。听见了吗？快放开我爷爷！不过事先说好，如若是假的，那就别怪我不留情面了。来人，给我验明真伪。不是我说，你们专不专业啊？我们可是大夏博物馆的专家，拥有20年的鉴定经验。如果龙首是真的，我们绝对不会出错。开始检验。看来你爷爷把你教得很不错。老祖宗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当年您有2手本事，一手是偷天换日，另一手就是真龙化形。没错，你爷爷愚笨，只学会了偷天换日。这偷天换日能以假乱真？那你是说，奶奶我这龙头是用了偷天换日的本领？事关国戚，如果是假的，还希望老祖宗您能自首啊，这样也能减去一些责罚。真的假不了，假的也真不了。哎呀，好话说尽，老祖宗，届时您别怪晚辈心狠了。祖奶奶，您说您这么厉害，为什么不把这件闹事儿给打跑啊？你真觉得这件事情有这么简单？难道说这里面有猫腻？你看长明灯，灯碎了！祖奶奶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打碎长明灯，就意味着这江湖上有人不服我们墨家，独占鳌头。是这些人吗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不是，他们可没这个本事，应该是背后的人想试探祖奶奶，故意抛出棋子。聪明，但还不够透彻。还请祖奶奶解惑。这些人是背后之人的棋子，而背后之人又是别人的棋子。局中还有局，棋中还有棋，这背后之人竟然如此可怕。你可曾听闻丰都大帝？丰都？你非山上仙，又岂能闻地上神？这个教训要记住。知道了。他这么大的人物，对咱们墨楼做什么局啊？因为我这里有一件他想要的宝贝。那祖奶奶岂不是有危险？要不，咱们把东西交出去吧。奶奶我这宝贝怎么能够轻易给出去？是给了他之后，怕他灭口？不，因为我这件宝贝，丰都大帝他接不住。我还是少说2句吧，还没娶媳妇儿，别英年早逝。臭小子！祖奶奶，那这局如何破？简单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哎，馆长，结果出来了！这么快出结果了？快拿给我！这龙首果然是赝品。我们果然猜的没错，这个老东西就是个江湖骗子。什么？假的？
老祖宗，你还想狡辩吗？不可能，我奶奶的东西不可能是假的，一定是你们仪器出问题了。事已至此，多说无用。你们还等什么？伪造国宝可是重罪。老祖宗，你放心，等把你送进监狱之后啊，我会剃度为僧，日日为你祈祷。不必了，天星，哎，把龙首捧起来。好。老祖宗，你不会要你那偷天换日的本事以假乱真吧？皇家小子，你应该知道，奶奶我在古玩界除了这偷天换日的本领之外，还有一手真龙化形。好，我倒要看看这真龙化形是如何把这假的给变成真的。古物的精妙，岂能是仪器可以探究的？何不让他自己偷看？什么？龙首怎么能开口说话？又想骗人？我说能，那便能。够了！你少在这里妖言惑众，这件事情已成定局。老祖宗，您说的这个真龙化形，不会就是在这儿打嘴炮吧？你笑什么？我笑你跟你爷爷很像，虽为人正直忠厚，但却眼光狭隘，以为这方天地就这么大。老祖宗，您是说您已经在这儿天地之外了？古物有灵，若有通天手段，便可让其化形成像。外面那些人，既然你们想看奶奶我的手段，那今天奶奶我便给你们露一手。外面哪有人啊？仙人符文，前法圣灵圣。是真的化身成龙了！妖术，这是妖术啊！少见多怪，我祖奶奶手段多着呢。是投影吗？不是，这龙首我检查了，实心的。那是幻术？不是啊，馆长，你以为这是在拍短剧啊？也就是说，这东西是真的？没错，应该是的。原来这所谓的真龙化形，就是古物化形，复生一世。来。我这说一说，你从哪里来？12生肖，我为龙首。皇家小子，你现在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是真的，果然是真的，这竟然不是假的。老爷子，对不住啊，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。我倒没什么事，就是让奶奶费心了。这事儿怪我，老祖宗，是我错了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是我有眼无珠。这老馆长跪得真快啊！你倒是比你爷爷懂得变通。行了，起来吧。您别怪我就是，毕竟这颗龙首承载着大夏100年的屈辱。来，今日之事，你虽秉持正道，却也受人蒙昧。这点灵光，便助你茅塞顿开。我想起来了，这件事是有人在害我。行行好吧，行行好吧，都是可怜人呐。哎呀，谢谢，多谢。你要干什么？借你性命一用。什么？墨楼有人伪造国旗龙首。墨楼有人伪造国旗龙首。墨楼有人伪造龙首。
伪造国旗那是重罪，我要去墨楼抓人。我想起来了，这件事是有人在害我，是哪个该杀的畜生在害我？原来是有人在背后捣鬼。我就说，咱们哪能不分青红皂白，说人家伪造龙首呢？就是啊，还抓错人了。老祖宗，怎么连他们两个也被操控了？这背后之人竟然如此恐怖！无非是催眠蛊惑的本事罢了，上不了台面。至于这二人，事到如今，你们还要藏吗？哟，不愧是老祖宗啊！这纵使相隔100年，这细致入微的本领，还是独霸江湖。千人千面，祸乱人心。江湖下九门，千面。能让老祖宗记住我的名字，我千面派3生有幸。什么？你是假的？怎么，你有意见？你个天杀的！我之前还让你给我涂痔疮膏，我呸！你以为我愿意啊？当时你都喷血了都！我要杀了你！哼，你以为我怕你啊？老祖宗，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就先走了啊。说走就走，真当我这墨楼不存在？老祖宗，您这是干什么？我知道我打不过你，但你也没有必要下死手啊。江湖的事与你们无关，走吧。老祖宗，多谢多谢。说吧，我这墨家的灯谁灭的？我要说是我，您信吗？你还没有这灭灯的本事。我的耐心有限。我说还不行吗？是江湖上3门，是他们联手灭的长明灯。哎呀，老祖宗啊，我真的没有撒谎啊！当年您镇压江湖，拿下了帝王大业，他们3家就一直不服。现在您再度归来，这些晚辈们想试试深浅，夺回帝王大印呢。那就是说，你被他们推出去当了替罪羊。老祖宗啊，您走了之后，这江湖就变了天了。我们这些小门小派，只能依托着他们那些大门派了。看来我这当年定下的规矩，他们是都忘了。老祖宗，他们说您当年立下的那些相互扶持的规矩，那就是糟粕，还说这江湖就是大鱼吃小鱼。看来是奶奶我走得太急，让他们都忘了这江湖的天是谁在照。老祖宗，我就是一出来顶罪的小人物，况且我那些徒弟们都在他们手上，我不得不从啊。现在我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。真的，多谢老祖宗，多谢老祖宗。回头去跟上3门的人说一声，今晚子时江湖规矩，生死。你要遵从古礼。没错，胜者生，败者死。谨遵老祖宗旨意。天星，哎，送客。好嘞，祖奶奶。哎，别，不送，不送。走吧。谢谢老祖。你看我干嘛呀？刚才我说的，你没听到吗？你没杀人吧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一个晕了，一个被我关在更衣室里。那就好。
你也别怪我，我们都身不由己。我把你们当棋子，别人也把我当棋子。这早些年呀，我就听我爷爷说过，江湖上的复杂与险恶，本来我还不以为意，但今日一见呀，确实是凶险万分呐。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？局中啊，还有局，能活着就已经是万幸了。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能问一下，你们所说的这个长明灯到底意味着什么？这个嘛，这个是我们江湖的规矩。谁要是想镇压江湖，当着天下龙首，就得点这长明灯。那敢问，从古至今，这盏灯都有几人点过？3人。都是谁？秦皇、汉武、莫家楼。馆长，怎么了？今日之事，不要对任何人提起，不然我怕你这个脑袋呀，稀里糊涂的就掉在了地上。放心吧，馆长，我不会对任何人说的。走吧，收工，记得感谢老祖宗。为啥？若不是老祖宗仁慈，你我这些人卷入了江湖的棋局当中，根本就不可能活下来。这戏服陪了我一辈子，没想到还被糟蹋。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。等天星婚宴，奶奶送你一件新的。衣不如新，人不如故啊。枪挑了，汉营中数员上将，纵英勇，怎提防十面埋藏？宋奶奶，你也别怪爷爷，毕竟这方寸大小的戏台是他走了一辈子的江湖。不怪他，这人世间潮起潮落，能寻得一处安心之地，已实属不易。天星啊，你知道奶奶我为何要学戏，又为何在这临安开座戏楼？玄孙不知。因为洋人要用电影、用音乐、用所谓的艺术来扭曲咱们民族的根。这个我知道，外来文化试图扭曲荼毒我们，所以奶奶我就开了这座戏楼，就是要告诉天下人，有我在，这炎黄的根就断不了。那段峥嵘时光，您一人守着戏楼，一定很艰辛。你在放什么屁啊？啊！奶奶我这座戏楼火到西欧王族都要排队抢票，那些老贵族满口优雅礼仪，结果还是为了一张雅间的票，假发都打飞了。我要买票！我要买票！价钱的票！给我！这个人抢！不许跟我抢！我是来了，是我的！哎，是我的，是我的！谁偷了我的假发？价值10万提索呢！没想到，祖奶奶还有这故事。这人世间的事呢，讲究的都是一个手段。哦。啊！愣着干什么呀？把这里收拾一下，再放一张八仙桌。收拾东西我知道，摆桌子是什么说法？江湖规矩，生死斗，一张八仙桌，各派轮流入座，拿出自己的看家本事，胜者继续，败者葬命。祖奶奶，真要赌命啊？玩这么大吗？不死几个人，这江湖又怎会风平浪静？爷爷，黄昏了，黑云压城啊！奶奶，时间差不多了。
东西都准备好了吗？放心吧，祖奶奶。今晚你们二人无论听到什么声音，都不许离开这墨楼。奶奶，你不会死吧？死？好陌生的字眼啊！人生在世，谁都会死，但怎么死，自己说了算。你们上楼吧。哎。爷爷，祖奶奶不会有事吧？许久未出鞘，我不管你们有何计较，又或者是谁的棋子，今夜莫要我坐在这儿。有胆识的坐下喝茶，没胆识的滚。这场生死斗就要开始了。爷爷，我还是不明白，这么危险的事情为什么祖奶奶要做？难道只是为了入局，斩那位大帝？傻孩子，你真以为太奶奶会如此的浅薄？那是什么？太奶奶是为了你和我。为了咱俩？对，为了你和我以后能安安稳稳、平静的度过此生。因为墨楼的秘密太多，如果不镇住这些人，你我以后必然被这些人蚕食殆尽。祖奶奶真好。嘘，怎么了，爷爷？来人了。上三门九流门现任家主任九流，见过老祖宗。坐。爷爷，这九流门是什么来头啊？九流门乃江湖顶级门派，上三门之一。门内弟子皆精通赌术、道术、媚术、骗术等旁门左道，行走江湖3000余年，亦正亦邪。那他要跟祖奶奶比什么呀？根据传说，历代掌门不仅要掌握9门技艺，还要把其中一门手艺修炼到登峰造极。不知这位门主修炼的是什么？说说看，你最擅长什么本事？9门技艺都略知一二，若说这最精通的，当属赌术。哦，以前这九流门赌术是最不上台面的东西。时代变了，现在门派发展也需要钱呢。前段时间我去了趟拉斯维加斯，轻轻松松的就把我们门派未来100年的资金都赢回来了。哦，看来你是充满自信。赌遍天下，从未输过。那好，那今天我们就来拼一拼这赌术。喜欢哪一个？他们让我先来，是听闻老祖宗您并不爱赌术，没想到您居然会这么多啊！岁月漫长，总要找些事情做。好吧，那就这大巧不工。可以，你想怎么比？猜对方钟里的点数，谁更接近，就算谁赢。可以，你先。好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
老祖宗，您的地位，我们九流门是服气的。今日来，只为讨一公道。哦，您是挺厉害，但是您撑不起一个家族，倒不如这样，您把那枚大印交予我，我们九流门必定保佑墨家。想要大印，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。就这，没了？没了。你这也太简单了吧！刚才我帅的那叫一个飞起啊！哦，有用吗？这好像也没什么用啊，而且还挺累的。开始吧。那我就不客气了啊。老祖宗，得罪了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您骰盅里的点数为24点。把你们九流门的绝学观天眼用作赌术，真不该是说你聪明呢，还是愚蠢？时代不一样了，老祖宗的手段该有别的用处了。哦，30。您确定吗？咱可说好了，确定了就不能再改了啊！赶紧开吧，别浪费我的时间。哈哈，老祖宗您输了。你确定吗？这怎么都碎了？你现在看呢？1、2、3、4、5个6，30点。你败了。这怎么可能？怎么会这样？你一定耍赖了。我不认。罗刹剑，居然是这个凶器！在这江湖上，就要守江湖的规矩。你要是不按照江湖走，就别怪奶奶我也不守规矩了。不是，是您误会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您可能使手段了。使了。既然您都使了，那咱们再来一局吧。这一次，您不要再使诈了。可以，但我需要把你的眼睛挖出来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们九流门的观天眼能透视。不敢了，咱们有话好好说嘛，祖宗。就你这样的人，也配讨要大印？可我还没输啊！祖宗，你那骰盅不是还没开呢吗？哦。嘿嘿，24点，老祖宗，咱们打平了，我没输。你确定？现在呢，是23。这怎么可能？老祖宗，你这怎么弄的？你们九流门的赌术，3分靠眼，3分靠手，还有4分全靠骗。这可是我九流门祖师爷的临终遗训啊！这，您怎么知道？因为你的祖师爷也曾败在这一招下。哦，怪不得。这句话也是我们九流门派赌术的一脉戒律。老祖宗，这局是我败了。这杯茶送你了，黄泉路上好好走。老祖宗，将死之人，其言也善。我想给您提个醒。那2位门主已经不是人了。不是人，那就是妖喽。
原来这个你也知道啊？不过是一盘棋罢了。那丰都既然想下，那奶奶我就陪他玩一玩。看来这什么事儿都瞒不过您，老祖宗，您吉祥。诸位，愿赌服输。按照江湖规矩，这生死斗的八仙桌上，胜者生，败者死。死就不必了，以后带着你的九流门稳出江湖。多谢老祖宗宽恕。爷爷，祖奶奶的脾气真的好多了，放以前这九流门都要被灭门的。我觉得不是奶奶的脾气变好了，而是她的手段更高深了。你觉得这九流门离开江湖后，哪里能为他们遮风挡雨？能护着他们的只有咱们墨楼。没错，这才是奶奶御下之术的高明啊！琳琅阁门主骆云霄见过老祖宗。闲话少说，拿出你们琳琅门的本事。爷爷，这琳琅阁又是什么来头啊？这一家也是江湖上三门，但与九流门不同，他们历代门人只会演习一种技艺。什么？画技，画中神。老祖宗，我琳琅阁的画中神与您的以系通神倒是颇有几分相似。你们琳琅门的本事放在100年前，我也是认。多谢老祖宗赏识。不过我丑话说在头里，等一会儿比试的时候，晚辈可不会手下留情。看来你对奶奶我手上这颗帝王印也是垂涎已久。老祖宗莫怪，这颗帝王印代表的可是天下共主，即使我骆云霄用不上，拿去交换，也可保我琳琅门延续1000年。既然如此，话不多说，带笔跟纸了吗？那是自然。老祖宗请。好久都没有落笔了，不知道画技是否还在。不愧是祖奶奶，往那儿一站就是一代宗师。没想到祖奶奶竟然还是一位画师。那是当然，奶奶活了这么久，肯定要学习1、2门艺术，陶冶情操啊。传说中镇压江湖100余年的老祖宗，不知道这画技该是怎样的巅峰啊！这爷爷，我怎么感觉祖奶奶不太会画画啊？你懂什么？真正的大师就是这样，返璞归真，真挚画境。真的？当然，骗你干什么？不信，往下看。不错，又是一幅神作。这是啥？哎呀，天行，不许不笑。不是啊，爷爷，我真忍不住，祖奶奶画的这只鸡太招笑了。奶奶本事通天，可没想到画画居然是弱项。那祖奶奶这一局岂不是要败了？哎，也许吧。哎呦，我的祖奶奶呀，你不是在逗我吧？你一定是在逗我。怎么，我这幅画你不满意？说实在的，就是我们琳琅阁刚入门的弟子所做的画，也比你这个好10000倍。确实有些差距。老祖宗，那这一局我就拿下了。别急啊，我这画虽丑，但吃得了老虎。
你说什么？就你画的这个破烂玩意儿，也配吃我的老虎？是吗？那你可看好了，画技，画中神。这怎么可能？什么？画中神？你竟然会我琳琅门的顶级绝学？这有什么好意外的？当年你们师爷跟我打赌输了，别说是画通神，就连你们琳琅门的祖坟，我都知道在哪。在哪儿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哦，当时缺钱，让我给挖了。你竟然敢挖我们琳琅阁的祖坟！红虎，给我砸碎这墨楼！去！来得好！看来你输了。不可能！我们琳琅门最强的绝学，竟然被一个外人给破了！你们琳琅门传承1000年，这一门绝学却无半点长进。你们祖宗当年可是能在我手下坚持半盏茶的人。你胡说！祖宗留下的绝学，我们岂能乱改？愚昧！你连那九流门的小子都不如，滚出去！日后琳琅阁门人不许行走于世。今日之耻，日后我琳琅阁定会100倍奉还。你说什么？你怕？本来想饶你一命，但看来你拎不清自己。我错了，老祖宗，我错了，我不该放狠话。下一位，下一位。晚辈文不多。上3门如今就只剩下你们点星门了。他们拜的比我想象的还要快。你们点星门擅长书法，也就是说，你要跟奶奶我比拼书法了？我不是那2个蠢货。当年您的书法冠绝9州，我自认无法比拟。那你要比什么？什么都不比。我曾听家师说过，您有一个字可惊天伟地，贯通古今，凡有所悟者，能堪大道。确实有这么一个字。若晚辈能见得此字，此生无憾。看来你不是想要我这枚帝王大印的。俗世种种都是云烟，过往即散。晚辈对钱没有兴趣，只想在短暂的生命里窥探无垠的世界。那你可要想好，我这个字，神仙见了迷茫百年，凡人见之，就算能窥探大道，也会迷失其中，生死动消。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便满足你，研墨吧。是。爷爷，祖奶奶刚才是画画，现在是要写字。看样子，没错。爷爷，您见过祖奶奶写字吗？小时候见过。写的怎么样？模糊了。我现在唯一记得的就是那一天，奶奶写了一个字，然后突然天就黑了。突然黑了？是啊，字落之时，日月更替，乾坤倒转。老祖宗都准备好了。后事都交代了吗？来之前已经交代好了，您放心，我点星门绝不会报复墨楼。对了，这家里的灯谁灭的？您觉得我们上3门有这个胆量吗？哼，也就是说，是丰都那条老狗。这种超脱世俗的神仙存在，也只有您能直呼其名了。他算不上神仙，顶多是个半仙。准备好了吗？请老祖宗落笔。这一笔是天地星辰。我点星门追寻的千年大道，竟然只在这一笔当中。浅薄。大道沧桑，转瞬万年，这一笔是岁月更迭。
万物滋生，龙凤呈祥，这一笔是神仙降世。你点星门能认出我这几笔，已经算是有些本事。看好了，这是最后一笔。这颗字居然可以逆转苍穹！爷爷，天真的亮了！你激动什么？不就是黑夜变白昼吗？多大点事啊！老祖宗，我能看看您这个字吗？请。天，居然是一个天字！我悟了，既浮游于天地，渺沧海之一粟。你我都是宇宙更迭中的一粒尘埃。不错，有点悟性。多谢老祖宗指点迷津。可惜你以凡人之躯窥探天道，命不久矣。晚辈不悔。早点回去吧，现在时间还早，把后事好好交代一下。是。你们都看到了，就算时隔100年，老祖宗的本领依旧不减当年。我劝你们还是收下你们无用的杂念吧。北地36道匪，南疆古王山，昆仑山空洞派，江湖108门，给老祖宗赔罪。老祖宗，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众生攘攘，皆为利往。这些人，您别往心里去。虱子多了不怕痒，习惯了。听到了吗？老祖宗原谅你们了，还不快滚！老祖宗，晚辈帮不了什么大事，那山上神仙的事我管不了，但这江湖之事，只要我点星门一日不败，墨老就永远宁静。算你懂事。出来吧。哎，走，爷爷。祖奶奶，你真棒！就是，刚才您那一下都炸上热搜了。今日临安提前3小时日出，专家提示为正常现象，无需惊慌。好了，这江湖啊，终于是太平了。那咱们接下来该做什么？傻孩子，当然是给你娶媳妇儿了。哦，今天太惊险了，我把这事忘了。趁着还有几日时间，把屋里收拾一下，别让清浅那丫头觉得自己受了委屈。好嘞。好嘞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天怎么突然亮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天怎么突然亮了？电视上说是正常现象，可是我怎么感觉这不太正常呢？确实不正常，这场白昼是主子的手笔。秋月，你怎么知道？昨天晚上墨楼打架那么大动静，你们都没去看吗？身为奴族，怎么敢窥探老祖宗打架呢？可老祖宗没拒绝。老祖宗这人啊，外冷内热，心善得很。你们不要总把他想成妖魔鬼怪。受教了。好，婚礼开始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，我墨家也终于后继有人了。憋回去，哭哭啼啼的成何体统？奶奶，你别生气，我不哭了。这才对嘛，
喜事就应该喜办。宗奶奶，我和清浅都准备好了。好，那就登台亮相。明白了。秋月，给奶奶倒茶。哎，秋月，倒完这杯茶，你去后面藏起来。为什么呀，主子？奶奶怕等会儿打起来伤到你。给老祖宗准备的贺礼准备好了吗？少爷您放心。念生少爷，这就是欺负我们三家的戏园子。速战速决，我还赶着去参加老祖宗的婚宴呢。那我来带路吧。您请。这儿。就这种小门小户，要不是看在你们三家供奉多年的份上，我都懒得。这破戏园子怎么能配和李家相比呢？没错，你看我们三家的眼光，他就是好啊，不像那个赵家，就喜欢给人当奴才。赵，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？就是一个蠢货的家族罢了。宁生少爷，咱们到了。就是这儿。没错，就是这儿。刚好今天这里边也在举办婚礼，咱们进去好好杀杀他们的威风。瞧好就行，我们走。来。见到本公子前来，你们这小族居然不出门跪迎，好大的胆！老祖宗，就是还想让我们给他当奴族，也配！我呸！你是说你们三家惹上的是里面坐着的那个？就是他！你别看他派头脸大，其实就是个老不死。没错，他呀，顶多就是会点妖术，比起帝都李家，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。就是啊，念生少爷，等一下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。那你倒是说说，你想让他付出什么代价？首先得让他把我们三家的钱给还了，要不然我们三家怎么会破产呢？没错，他可都活了100多岁了，他肯定很有钱。等还完钱，我要让他跪在我面前，给我磕头认错。磕头认错？老狗，你这胳膊都被他给废了，怎么的也得让他给你做个女婢，日夜玩弄。老陈，你倒是提醒了我。那是不是见者有份，雨露均沾呢？念生少爷，我们三个主意不错吧？哎呀，不是，念生少爷，你抽我干什么？是老陈做了什么错事？做错的可不止他一个。你们俩我也不会放过，你们三家我都想打。念生少爷，我们可是做错了什么呀？我们没有指认错啊！屋里喝茶的就是那个疯婆子。住口！你们三个身为奴家，竟敢出口侮辱老祖宗！从今天起，你们三家的死活与我李家无关。念生少爷，你这是咋了？你们知道当初我们李家为何愿意帮助你们三家？那是因为我们三家孝顺啊！对，屁！是因为我们想通过接触你们三家，来向老祖博得一个奴位。奴位？这是我们曾经拥有的奴位？这怎么可能？念生少爷，你这是逗我们玩呢？你堂堂的地族李家，怎么愿意当奴才呢？井底之蛙，老祖宗的奴位，那是连古代帝王都求之不得的东西。什么？奴位竟然有此等价值？不然呢？你以为那赵家傻吗？告诉你，身为奴者，尽心服侍100年，可得机缘，修仙问道。什么？修仙问道？我以前以为你们是没有机缘，现在看来是你们蠢。我们蠢？本来你们几个拥有最顶级的资源和地位，却因为你们的愚蠢，你们的傲慢，沦为芸芸众生。我们这到底是做错了什么呀？念生少爷，我们还有没有机会啊？机会？你们也配？来人，把他们给我带走！不要！我要是没记错，你们三位还有案底，直接带到警局。
聂氏少爷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聂氏少爷，聂氏少爷，聂氏少爷，敢扰乱老祖宗的雅兴，弄死你们！现任李家家主李念生，拜见老祖宗。来者皆是客，入座看戏。是。那我给主子铺床去。诸位，今日双喜临门，既是我墨家的子孙墨天星娶亲，也是墨楼时隔多年之后再次开场。100年前，墨楼有一出戏名动江湖，100年后，这出戏将再次撑起墨楼的门面。请问诸位，这出戏叫做什么？老祖宗，我知道，这出戏叫《霸王别姬》。没错，今天就由墨家第5代子孙墨天星登台献唱。你是何人？小人武将听章，等候大王多时了。这出戏正是《霸王别姬》。可惜了了，点心门那个穷书生昨晚去世了，否则今日这里会更加热闹。人生代代无穷已，江月年年望相似。江湖上总有新人换旧人。可是老祖宗，这都换了1000年了，您老还在这儿。哎，老祖宗，您这个位置是留给谁的呀？你认识他？什么？我认识他？这居然是那位大帝啊！我该怎么称呼你？戏神还是抹阳？神只是一个称呼，叫我名字吧。戏神？你不知道吧？你奶奶闭关80年，就是为了度过天劫，取走戏神位格，以凡人之躯铸就神体。你对我了解颇多呀。毕竟是来跟你打架的，肯定要多了解一番。你怎么自己来了？你布局的本事确实很厉害，把我在人间的布局彻底打乱，我只能亲自来。多谢夸奖。大印在哪儿？在这里。竟然把帝王大印融成了一枚戒指！怎么，你有意见？怎么能如此糟蹋神物？你可知得帝印者可被天道认可，成为真正的帝王？哦，没兴趣。没兴趣？那你把戒指给我。我的东西凭什么给你？你又用不上，为什么不能给我？我的东西我爱怎么用就怎么用，关你屁事！你找死！啊！就算你贵为神女，不要在吾面前如此嚣张。所有人坐下看戏。天星，就算天塌下来，这戏也得唱。知道了。无地千里，民众数50万，足可称王立业。大王不必忧虑，急速上传过江。哎呀！丰都，你知道为什么你的棋局会被我一一破解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早已经在我棋局当中。什么？老狗，丰都已空，动手！不好！两位别来无恙。老狗，你来干什么？这里是丰都，你不能杀我们呀！我不是来杀你们的。当年你们联合丰都大帝，将我义和拳10万英魂困在这里，日夜折磨。今日我是来解放他们。解放他们？你做梦了吧？这里这么多阴魂，你如何解放得了啊？你们不想想，当时主子为什么会放任你们被带到丰都？难道不是他自己的实力不行？阁下，这是窃抢！没错，
这是主子的偷梁换柱之计。嘿，黄泉路进。嘿，黄泉路进。当时主人在院子里用线绑住你们的时候，就已经把黄泉的气息植入到你们的体内。如今只需要念动法诀，黄泉自然回现。嘿。谢主子。走吧，今日我就可以送你们转世。从今日起，奉主子命令，世间再无风毒。法力呢？我的法力消失了，我的风毒被灭了。风都，你一身法力看似伟岸，但其实皆来自于你风都那10万冤魂。如今冤魂已被我解放，风都已空，你的法力自然烟消云散。啊，这可是不可一世的丰都大帝呀，就这么被灭了？会在做梦吧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既已入我棋局，别说你是风都，就算你是那天上的神仙，我也定能叫你挣扎不得。我不服！我不服啊！我差一步成为真正的帝王。这世间9成的事情，皆败在最后一步。我为帝王，只有胜，没有败。不要！你不是想探究长生的秘密吗？做梦！奶奶，丰都大帝也不失为一位英雄啊！去葬在断桥下吧。断桥？没错，那位教我唱戏的故人，也把自己葬在断桥水下，丢进去，他俩做个伴儿。奶奶，你真是善解人意呀！主子，丰都已空，只是什么？只是那些义和拳的义士们在投胎转世之前，想要见主子您最后一面。在哪儿？在门外。老祖宗，我们来见您最后一面。你们入轮回吧。那就让我们最后一次给您行礼，拜见老祖，拜见老祖。